当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有人其实都是一个整体。一个人的不幸就是所有人的不幸，别人的不幸就有可能是你的不幸。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就是为你而鸣。我现在读的是一个年轻人写的绝笔信。等我念完这封不长的绝笔信啊，我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篇遗书的背景。对于厂里恶意拖欠我工资，不给我买保险，不给我加班费，罚我的款，不给我赔偿金。厂里的工人每天生死轮回2班倒或3班倒，一天工作16个小时，1个月没有1天休息。我因为生病请了几天假，部门经理竟然说别人发高烧的、流鼻血的都能干活，你凭什么不能？不能干就滚蛋！我看到了工厂对工人无情的压榨与剥削，工厂没有任何权利去罚人的款，我用了很多办法，却依然没有办法解决。我要为劳动者发声，这个世界需要被改变。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绝不能被打败。我宁可死，也不愿意再被压榨与剥削。我希望以我的死推动劳动法的进步。还有学校恶意扣我的毕业证，不让我毕业，大部分人考试基本全是作弊。学校以我考试没过证书为由，不给我毕业证。你们太欺负我了，所有人都在欺负我。别以为我是老实人，有些账总是要清算的。我要用生命去战斗，我将彻底洗刷我的耻辱。我要揭开暴露这个事情，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而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再拿回来。胜利万岁，人民万岁，工人万岁，无产阶级万岁！让历史来审判我吧，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我爱这个世界，我爱我的家人。再见。这封绝笔信的作者啊，名字叫做徐家金。大家通过这篇遗书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是在犯罪前夕写的这篇遗书。他已经想好了，他做的这件事情注定是一件惊动全国的事件，注定是一条有去为无回的路。这件事情啊，就发生在上个星期天11月16号的晚上6点半。这天晚上6点半左右啊，这徐家金啊手持利刃，在他所读的学校江苏宜兴的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园里头啊，大杀四方。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呢，他一共杀死了8个人，17个人受伤。重复了。110、110、120都打过吗？重复了，他不允许我打了。他这个血流，他这个血流的，他这个肚子上是不是受伤了呀？哎，这个我。而且啊，他所杀伤的这些人中间啊，跟他素未平生，其中大部分还是女生。要说整个现场是惨不忍睹啊。那从星期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的信箱里啊就收到了很多来自于无锡的投稿。投稿的视频内容呢，都是现场啊那些受害者哀鸣的声音。有的女生在打电话说：“赶紧给我家人打电话。”而有的人呢，躺在地上血流不止。而这个犯罪嫌疑人呢，最后被警察所制服。当时有许多学生啊，因为害怕就躲在了宿舍里啊，用书架把房门给堵了起来。据说这个徐家金还专门去了女生宿舍想杀人。第一时间传出来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怀疑啊，这又是一起团体的屠杀事件。传言是有4个人集体去杀学生。但是很快，当天晚上警方就出了公告，说这个公告的内容啊，犯罪的人就是一个人，就是孤狼式的，他的名字就叫徐家金。那么徐家金一个人啊，作为一个年轻人，拿着把刀就造成了8人死亡，17人受伤，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呢？来自于这个
无锡这所学校的学生给我讲，他说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啊，就他杀人的时候啊，主要是晚上看不清，他杀完人倒到了地上，看不清，那个叶底中间影影绰绰模模糊糊。第二个就是他杀人那个位置呢，跟这个马路中间隔着一个绿化带，很多学生倒在了地上之后也看不见，所以现场很多人看起来还比较从容。他说第3个原因，就现场有些人之所以看到有人杀人了，也没有跑啊，也没有惊慌失措啊，大家都认为这徐家金可能是寻仇。所谓寻仇嘛，他一定是杀跟他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他杀了这个人也就不会杀其他人了。但没想到的是，这徐家金是逢人便杀，逢人便捅，他根本不是有意的去寻仇，他是无差别的杀人，所以才造成了这么大的杀伤的这么一个严重的后果啊。说句心里话，做新闻的时候经常面对这样的悲剧事件啊，有的时候就在想啊，这一起一起的悲剧事件啊，到底我们应该怎么面对？从我们新闻的角度来讲啊，话说珠海的那个大规模的杀人事件、恐怖袭击事件啊，到现在过去不到1周的时间，那么在宜兴这个地方又发生了这种无差别的杀人事件。我们自己也内部昨天就开始讨论这个新闻到底要不要做。这个新闻的特殊性到底在哪儿？我说还是要做。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我刚开始读的这篇遗书。因为今年上半年以来啊，连续发生的多起的这种反社会的事件中间啊，由于警方极力的封锁消息啊，我们都不知道这些当事人他们的经历以及他的犯罪动机。反正没有媒体报道，警方也不会公布。所以这些人我们虽然知道他们是报复社会，但是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到底因为什么报复社会。但是徐家金呢，这个遗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它让我们展示了一个年轻人的内心。应该说啊，这个遗书我看到之后，我认为它大概率啊，极大可能是真的，因为警方的通报信息跟这份遗书的信息对得上的。因为警方通报这个徐某金呢，他是因为毕业证拿不到，考试成绩不合格，然后最后呢报复社会。但是这篇遗书里头也讲到了，学校由于恶意克扣他的毕业证，克扣他的那个证书，最后呢不给他发毕业证。所以啊，这个遗书本身的真实性啊，我认为是基本上可以确凿的。那么围绕着这篇遗书啊，我们就可以接近一个年轻人去手持利刃呐，去报复社会过程中间的一个真实的内心。应该说，读了他这个遗书之后啊，我有2点感受。第一个感受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了吗？他认为他杀人是对的，他在这个后面讲，让历史来审判我吧，历史证明我是对的。我们一般人的内心呢，都认为杀人这件事情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对的，更何况徐家金杀的是什么人？杀的都是跟他素未平生的人，是那些跟他相比更弱小的人，大多数都是女性嘛，是吧？那么一般人都会认为这种杀人是毫无正当性，但是他却认为自己杀人是对的，这种心理哪来的？话说啊，我们做完珠海的节目的时候，网上有人说，因为当时我在节目里头啊，说珠海这种袭击啊，它实际上是一个恐怖袭击，很多人不同意，认为恐怖袭击有特定的含义啊，因为在西方社会里的主流观点啊，认为这个恐怖主义袭击呢，分为2种内容，一个呢是有宗教背景，一个呢是有政治诉求。如果没有这2者这样的一个背景啊，你即便死亡人数再多，也只能叫无差别杀人事件，不能叫做恐怖袭击。但是在我看来啊，其实恐怖袭击的概念不能过分窄化，因为在中国啊，其实你很难有明显的政治诉求，宗教有的时候有啊，所以你用这么窄化的定义去定义恐怖袭击的话，在中国很可能就没什么恐怖袭击啊，对吧？所以现在其实国际的主流这个恐怖主义的研究方面也在逐渐的泛化恐怖主义袭击的这样的一个定义，除了政治诉求和宗教背景以外，又增加了2个，一个呢就是意识形态，再有一个就是反社会。其实无论是珠海事件，还包括就是这次无锡的杀人事件，他们都是属于反社会的这种恐怖袭击。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恐怖主义袭击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在杀人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911那些犯罪分子劫持飞机啊，带着一飞机的人去撞向世贸大厦的时候，这些恐怖分子的内心，他就是认为他们做的这些行为是对的。
也包括那些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就是那些恐怖主义袭击的行为啊，他们都认为他们杀人是对的，也包括这个反社会的人。那这里头就特别值得去寻求了，就为什么我们正常人的道德观跟他们是反的？为什么这些人就会形成了一种相对扭曲的正义观？他们认为杀人、杀无辜的人才是对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行为，也包括朱海的行为，它都带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表演式暴力的特点。什么叫表演式的暴力？社会学上有个概念啊，叫表演式的暴力啊，它其实是在公共场所里头，针对的是无辜的群众，来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死伤的这个目标的杀伤。你想想珠海那个事情，那哥们儿他有意识在那个体育中心，是吧？那体育中心里头，他就是以最大规模的杀伤为目标，而且指向的多数都是比他更弱小的。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冤有头债有主，也就是说谁欺负你了，你就去杀谁，你就去报仇，对吧？对。但是最近所发生的一系列的这种公共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不是指向伤害他们的人，他们指向的都是无辜的人。从上海的那个杀人事件，到苏州的杀人事件，到深圳的杀人事件，到珠海的杀人事件，包括这次宜兴的杀人事件，他们施害的对象都是无辜的对象，都不是这个是伤害他们的人。那么为什么这样？那么这其实在社会学里头就有一个名词，就叫表演式暴力。这表演式暴力，它因为是以最大伤害为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只去杀害施害他的人，他认为不足以平息他自己内心的愤怒和情绪，所以他一定要让最大伤害为目标。那么最大伤害的过程中间，他就有可能指向那些毫无防备的，尤其是比他弱小的普通人，比如说孩子啊，比如说妇女啊，比如说无辜的那些一起在锻炼的普通的百姓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就表演式暴力啊，它现场有观众，因为在公共场所嘛，那么这些人就杀人的过程中间有人围观，有人围观就会带来一种强烈的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快感。为什么？因为他是想获得关注，获得承认。没错，获得承认。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分析这个题，就是想探寻这种表演式的暴力啊，这种以杀人为正义的这种社会的真实的根源在哪？在这里头，这个承认特别重要。因为在社会学里，承认是一个专有的名词。所谓承认呢，是一个社会共同体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前提和内容。因为人，我们说人都要活着啊，人必须活着啊，但是人活着是必须以人的这种名义活着，是以人的姿态活着。所谓以人的姿态活着是指什么？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有个体意识的，都有主体意识的。有主体意识的人呢，在跟这个社会打交道，在跟这个社会群体打交道的时候啊，他就要求获得被承认。所谓获得被承认，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平等。每个人都要求跟别人平等。如果不能平等的话，一个社会可能对某一个特定的群体就会进行一种有组织的掠夺。那么有的人他自己的个人的能力和禀赋就难以得以实现，他可能会被剥削、被压榨。但在这种情况下啊，那么有些人他可能被剥削、被压榨了，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由于利用自己的自我资源，可以获得某种补偿。你比如说我当年在国内的时候，一夜之间就给我封杀了，封杀了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在国内工作了。那最后我流亡到日本，我在日本重新做节目，就是靠我自己的个人资源重新获得了补偿。但是对于很多社会的边缘人来说，他很难通过自己的能力去获得补偿，那么就会长期处于一种被蔑视的状态，这种情绪的不断的储存，最终在某一种状态下被唤醒，就会形成这种暴力事件。所以在唤醒的时候，他渴望他被承认，他认为他手起屠刀去大杀四方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唤醒社会对他的承认。所以啊，我个人觉得通过对他这篇文章的分析啊，是一个非常好的解读类似事件的一个样本。我今天
就来仔细的来解读一下这徐家金同学啊，他所面临的处境，以及为什么这些人最后会铤而走险，会形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社会悲剧和他们内心正义感爆棚的这样一种狂欢。这怎么了？谁拿走了？啊？这怎么了？这什么情况？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在这里啊，我来先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啊。这江苏宜兴的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啊，是一个3年制的大专，是高中来招生的大专。这个学校呢，大概有12000名学生啊，在当地还挺有名的。宜兴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是中国的瓷都，尤其是做紫砂壶那个地方非常有名啊。所以这个学校里头以什么为名呢？就是瓷器专业，还有雕塑专业，还做紫砂壶。学校里面呢，男女生的比例呢也相对来说呢也比较特殊啊，女生比较多，男生比较少。据这个学校的学生给我讲呢，这学校的男生和女生的比例呢大概是1比2，尤其女生多数都是学的这些雕塑啊、紫砂啊这个专业啊。那么在这个学校里头呢，除了这些专业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专业，就叫机电专业，他们叫机电学院。这个徐家金就是机电学院的。这个机电学院呢，在这个学校里头呢就比较特殊了。为什么比较特殊呢？我刚才讲了，女生基本都是学那些紫砂呀，学这个雕塑啊。这个机电学院的学生呢，都基本都是男生为主啊。那么这个机电学院的学生在这个学校里头是鄙视链里面的最低端。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学这些紫砂、学这些雕塑专业的学生啊，基本都是普通高中毕业生考的这个学校的。虽然他们可能考不上大学，但是呢，能考上这个学校里，在这个学校里头，他也处于鄙视链的上游。而徐家金所在的机电学校就不一样了，他们多数都是从中等职业学校或者中专再升上来的。因为现在国家有规定嘛，你中等职业教育那个学生呢是可以升到高等职业教育的学校里面去的啊。那么这个机电学校的学生在这个学校里被歧视啊，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节。你比如说啊，这机电学院的学生，据他们跟我们讲，6个人一个宿舍，家庭条件一般也不太好啊。而那些学雕塑的呢，学紫砂的呢，尤其是女学生啊，都是4个人一个宿舍。这4个人一个宿舍里面啊，上面是床，下面的是自己的写字台、书桌，然后每个房间里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条件就好多了啊。最重要的一点，这机电学院的学生啊，他们都要参加一种叫顶岗实习的这么一个这个制度。什么叫抵岗实习啊？就是在3年的职业教育里头啊，其中有1年的时间你要到工厂里去实习。这个制度的设计初衷啊，当然是中等职业教育嘛，它进行的是一个职业培训，你不能光教书本的知识啊。那么你就必须到这个岗位上，你去实习、去训练，等到你毕业的时候，你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职业工人、产业工人。但是啊，这个顶岗实习啊，在慢慢的这个演变过程中就变了味儿。那么具体来讲，到这个学校来讲啊，那么很多学校来讲，就把这个学生送到顶岗实习的时候，就动了歪心思。怎么歪心思呢？因为这个职业学校里头就规定，你这个顶岗实习啊，你如果不完成的话，你就拿不到毕业证，你是当做学习的这个课程来完成的。那么呢，那对于工厂来说呢，一般的，如果你学生啊，要是职业水平不来，他还不愿意让你来呢，对不对？对吧？因为你学生可能没经过严格的培训嘛，久而久之，这个顶岗实习啊，就变成什么样了呢？就是这个工厂愿意接收的都是那个技术要求很低的那些岗位，生产线上特别低级的岗位。然后学校呢，有了这个机会啊，把这个学生送到顶岗实习的岗位上去之后呢，就趁机在里面拿回扣。什么意思啊？就比如说1个小时25块钱。那么最后发给学生的时候，可能就只有12块钱，这中间的差额啊，可能就被学校拿走了。所以啊，全国很多职业学校都在利用这个学生的顶岗实习的过程中间呢，拼命的盘剥学生。就这个学校的学生给我们讲，他说这个机电系的学生啊，每年都要被派到无锡那周边的那些工厂里打工。他说他有一个同学到什么工厂里打工呢？就是那个汽车配件厂。他说那汽车配件啊，就是给那个比亚迪啊、蔚来啊做汽车配件的啊。
他说没有什么劳动的技能，到那个地方早上8点干到晚上8点，甚至要干到晚上10点，非常辛苦，在8个人的那种大通铺里住，那个住宿条件还不如这些学生在学校里的学生宿舍。他说他那个同学当时啊去实习的时候正好赶上疫情，他们那个在工厂里的宿舍都是方舱医院改的，外面下大雨，里面是下小雨。干了2个月之后呢，他说结果呢就被封了，封到里面也不能出去，也不敢出去啊，就在那里头，最后也没有收入，就每天靠吃方便面活着。他的另外的同学在那里头说，实习4个月的时间，一共给不到6000块钱人民币，远远低于正常岗位的人应该拿到的收入和报酬。教育部曾经规定过，他说这些实习学生啊，工资啊不能低于正常岗位的80%，但是现实当中其实根本没有人管。其实呢，徐家金呢，在这个遗书里头啊所讲的，他说工厂里每天生死轮回2班倒或者3班倒，一天工作16个小时，1个月没有1天休息。这情况极大可能是真实的，而且工厂还罚他的钱，他还没有办法来解决。另外一个背景呢，就是也有人跟我们讲，他说这个学校里头啊，对这个毕业证啊，尤其是实习方面的这个管理啊，非常非常的主观化。你就比如说这徐家金啊，他是那个有一门电工考试，焊电的那个考试不及格。这里头呢分为课本知识和实操。这实操这个地方呢，他不及格，2门加在一起呢是119分，距离平均分120分的及格线就差1分。所以有很多人怀疑说，当时学校就是有意刁难他，也包括徐家金自己也讲，他就是恶意扣他的毕业证，不让他毕业。学生跟我们讲，他说这种可能也是极大可能是真的。这就是整个徐家金当时所面临的背景啊。我今天的节目呢，要介绍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呢，是华东理工学院有一个老师呢来写的啊。这篇论文的名字啊叫《社会排斥与行为极化：个体报复社会事件的生成机理与防控》。论文的作者呢是华东理工大学的马子琪和赵云婷老师啊。我为什么要想给大家介绍这篇论文呢？是因为这2位老师啊，他其实专门研究了个体报复社会它的社会心理的形成。他一共统计了从2015年到2019年一共20起个人报复社会的这种行为啊。那么呢，其实他这篇论文的很多理论呢，也包括结论呢，都其实有助于我们理解前一段时间所发生的珠海事件，也包括无锡这个事件的发生，更有助于我们在脱离这种个案之后来思考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到底应该如何去从根本上去防范类似事件的发生。在这篇论文里头啊，他首先讲了，他说这些事件的发生啊，首先是这些边缘性的群体啊，他受到了社会排斥，而这个社会排斥呢，一共有4类。第一类的排斥呢，就是市场化排斥。所谓市场化排斥，就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讲的深圳的、苏州的、上海这些打工男，这中年失业男性，对吧？那么他们在中国现在都有35岁的门槛嘛，一过了35岁之后，你想去就业的话就非常困难了，就受到歧视了。然后你一旦失业，再想重新进入到社会再就业的市场中间就非常困难，那就被称之为市场化的排斥，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点。第二种呢，叫做参与排斥。所谓参与排斥呢，就是指这个边缘化群体啊，他们可能缺少社会的话语权，即便受到了社会不公，但是他没有一个途径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你就比如说徐家金所讲的，他们这些实习生，这些实习生显然不是说市场化排斥，市场还需要他们嘛，他们也到工厂去打工，年轻嘛，对吧？是人矿嘛，精折腾嘛。但是问题是，他们拿的钱可能比他们本应该拿到的报酬要低得多，因为这里头学校可能拿了一大笔，然后呢，工厂对他们进行盘剥。但这个过程中间，他们想要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或者说想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变得极其困难。这就叫做参与排斥，他没有办法，没有通过正常的途径啊，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这是第二种排斥。第三种就是公共服务排斥。所谓公共服务排斥啊，你就比如说最典型的中国的社会，我们过去讲过2元化结构嘛。所谓2元化结构，就分为城市人还是农村人。那么城市人所获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是农村人远远没办法相比的。
城市人可以有退休金，农民只能有那种一点点的退休的补助，那中间的总额可能会差到10倍，甚至有可能会差到100倍。所以说，对于农民工来说，他到城里头来，他们无法享受到这个城市给他提供的普遍服务，有子女就学呀、看病就医呀、购房的过程中间都受到歧视，这实际上就是被称之为公共服务的排斥啊。第4个就是社会关系的排斥，而社会关系的排斥，就是你比如说一个人有家庭、有朋友、有社区对他的支持。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化的嘛。那么一个人虽然可能在社会中间遭受了种种不公，甚至说在这个社会中由于竞争失败，但是如果有家庭、有社区、有朋友的支持，他也不一定会铤而走险。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发生的这些系列事情啊，多数我不都讲了吗？是离婚或者是一个人。那么它就说明它完全是没有来自于家庭的支持。这里头啊，在几个社会关系的支持里头，其实家庭支持是最重要的。你想想，如果这个人啊，他结了婚，上有老下有小，他还会随便的去这种采用灭绝式的方式是跟社会同归于尽吗？大多数就不会了。所以啊，这个家庭支持啊，对这个社会来说是无比重要的。如果这个社会中间没有稳定的家庭结构，那么这种独狼式的报复社会的现象就会此起彼伏啊。这是一共是4种排斥。接下来的这个论文里头就讲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一个人面对这种排斥，包括市场中间的竞争中间的失败者，这可能在市场竞争中间都是不可避免的，他怎么转化为最后的那种所谓的个体报复呢？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个人的这样的一种不幸的境遇啊，那痛苦啊、失望啊、绝望啊等等这种负面情绪啊，它是经过了一个情感的转换过程，最后才演变成了一种报复心理。他通过研究发现，他就说啊，他所有的这些个体报复的人呢，有2个共同的心理。第一种共同的心理是厌世，就不想活了。那这个很好理解啊，他如果想活，怎么可能去跟别人去选择同归于尽呢？他说第2就是这些人有强烈的报复心，报复别人。其实从社会心理角度来讲，报复呢是一种正常的宣泄渠道啊。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报复心理啊，就别人打了我一下，我就想还回去，对不对？但是他们的这种报复心理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并且形成到了这样一种极端化的程度呢？他在这里头又分为了4种的过渡性的情景，来具体的来解释了他这个研究的过程啊。他说第一个呢，就是现实的环境刺激与排斥伤害的感知。因为这个排斥伤害啊，他说这里头有一个加工的过程。所谓加工的过程，就是一个人的实际境遇啊，加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他在一起来加工。加工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一种的伤害感知。大家注意到吗？就是这个徐家金呢，他在文章的片尾的时候，他讲了什么人民万岁、工人万岁、无产阶级万岁，什么历史审判我。熟悉这套语言体系的人呢，可能会知道，其实这套语言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体系。马克思不就认为工人就是被资本家剥削的嘛，对不对？所以啊，所谓的伤害体验，对于这个社会学者来说，它是你自己面对的现实加上你的知识和经验共同形成的。也就是说，你的知识和经验叠加在一起，会形成你的伤害体验。伤害体验其实跟伤害是不完全一样的。他说正是因为如此，在这个过程中间，个体对伤害的感知是影响他们做出何种反应的关键因素。不同的人对同样的情景刺激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在许多情况下，一般人看来不是重大刺激，而在边缘性群体中间，那有可能是毁灭性的心理打击。这是第一个层次啊。第2个层次就是伤害的体验加工与负面情绪的唤醒。所谓负面情绪的唤醒，就是这个人在平时的生活中，他可能就来自于一系列的负面情绪的储存，但是这些情绪呢没有表达出来，他就储存在自己的内心的心理里头了啊。那么当储存到一定程度，遇到环境的刺激之后，那么这种负面情绪就被唤醒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进一步的激化已有的负面情绪体现，从初级的紧张、愤怒、悲伤、嫉妒、孤独，过渡到怨恨、仇视、
无能感等深度自我毒害的负面情绪。到此刻的时候，个体的心理反应就已经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了。第3个阶段就是报复心理的形成和实施效果的评估。他说，一个人呢，在环境刺激下造成的损害，出于维护自我利益、安全感和尊严的需要，就产生了伤害他人以维护自尊、恢复平衡心理的念头，决定采取报复手段进行还击，同时也对报复的对象和实施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可是这时候啊，对于报复社会的人，他们的遭受可能是来自于社会多重的伤害，有些伤害并没有具体的个人对象，比如说失业，比如说贫困，比如说疾病，他难以找到一个明确的仇恨对象。有的呢，则是因为对手太强大，比如政府、社会团体，这个时候他跟他对抗的话，他可能打不过，也没有机会去报仇，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把他的仇恨扩大化，单纯报复1、2个人难以满足他的心理需求，他就报复那些毫无防备的或者数量众多的陌生人，才能产生足以匹配他们的愤怒情绪的效果。此时个体的负性情感能量达到极值，任何一点环境的刺激或者情绪的波动都有可能激发个体的报复行为。这是第3个层次，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层次啊。第4个方面就是极端情绪外化与报复行为的实施。报复社会的行为付诸实施是报复心理与极端情绪的外化阶段。个体通过纵火、爆炸、持械伤人等极端报复的手段，对待不特定的群众实施暴力行为，以发泄极端情绪。个体蓄积已久的负面情感能量被唤醒，开始有意识的设计报复计划并付诸实施。应该说啊，他这4个层面的分析啊，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正是在这个4个情感阶段的递进过程中，最后这个在生活中间默默无闻的可能是边缘性群体啊，才会最终以这种非常张扬的方式啊，这种宣扬式的暴力的方式呢，来报复整个社会。那么我们这个作为一个社会能做什么呢？我们如何去防范呢？大家都知道珠海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啊，习近平紧急去做了批示，要求全国各地去排查什么3少什么人员，就是把那个在生活中间受到一些困境的人呢排查出来，别让他们去报复社会。但要我说啊，其实很多报复行为啊，当你到最后这一步的时候，你去关心他的时候，可能也已经晚了。我们可能需要思考的是，这个社会你在前面是不是有足够的公正性？当你遇到不公正的时候，有没有人给你提供救济渠道？当一个人无力的时候啊，他有没有参与的利益表达的方式？当他最后所有这些通道都堵死的时候，还有没有一个社会保障体制能够让他不至于掉到社会最底层走投无路？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你只盯着少数已经成为边缘群体的人，少数已经把刀抄起来准备去杀人的人，防得住吗？真的是防不住。刑法制裁不了他们，你社会防范的成本也极其高啊。所以啊，要想防范这种孤狼式的这种恐怖袭击，其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改变我们的社会治理结构。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我这2天发生的故事啊。我呢，过去啊，我在国内啊认识一个人，他呢，因为啊在网上骂了几句习近平，结果呢，他呢就被抓起来，判了几个月的徒刑。他过去是个中产阶级啊，出来之后啊，这过去的1年时间里啊，生活陷入困境，真的陷入困境，因为他开不出一个无犯罪的记录，所以啊，他开网约车开不了，他去任聘保安都做不了。最后走投无路之间啊，他呢就去刷信用卡，信用卡还不上的时候就借了一点网贷。他那天看完我珠海的节目的时候，他就在微信里头给我抱怨，他说：“志安呢，我知道这种杀人不对，但是有的时候这个社会真的把人逼得走投无路啊。他从监狱出来的1年的时间里头找不到任何工作，他去社区里头讲，没人去帮助他。他甚至说，他说那些暴力催收的人，对他这种催收的方式，他有的时候真有一点点那样的一种想报复社会的念头。
结果他给我讲完之后呢，很快派出所去找他去了，因为我的微信都是透明的嘛，就开始关心他了，社区也开始关心他了，据说要给他真的介绍工作，暴力催收的公安机关一个电话打过去就不让催收了。我估计是因为习近平给北京下了批示，绝对不能出这种类似的问题啊，于是基层的派出所和社区开始动起来了。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个人是认识我，他把这个信息告诉我，还有千千万万那些人不认识我的人，他们内心的那仇恨的种子，他们谁能够意识得到、觉察得到呢？你们现在看到这个人，你去关心他，你去帮他解决问题，是解决了一个人，但这不是某一个个体的问题啊，这个社会正在批量化的生产这些人呐。所以如果这个社会机制不改变，你想想，这个局面会改变吗？所以徐家金啊，在那个遗书前面说的那句话，我觉得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他说，当这个雪崩来的时候啊，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某些人的不幸就是所有人的不幸，其他人的不幸就有可能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不幸。丧钟为谁而鸣啊？他说为你而鸣。这话听起来啊特别冷血，但从某种角度来讲，还真就比让我们认真的去思考他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这怎么了？谁拿走我？啊？这怎么了？这什么情况？出门。我操！这什么情况？突然开始乱传进去。这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这什么情况？我靠！这什么情况？我害怕了。你们有人谁会急救先救一下呀？我有急救证。你去啊？要不你就先给我多少个？把你这室内去帮我关上，把你给我拿。110都打过吗？重复了，他不允许我打完。他这个血流，他这个血流的，肚子上是不是受伤了呀？啊！我是无锡公益职业技术学院张宏文，欢迎大家报考我们学院，我在这边等你。